爹，来了，通知书来了。省城大学一本，咱们村第一个一本。要是你妈还在，她该多高兴。妈知道的，爹。今天高兴，喝一口。好呀，我老陈家也出了一个大学生，要是你妈在就好了。1820，哎，通知书上写多少？加上住宿费、书本费，总共要5300。差3500。明天我去你大伯家，再去你姑家，两家凑凑肯定够。爹，一家人这点忙肯定帮。你大伯在镇上做生意不差这点钱，你姑父厂里1个月赚的比咱家1年都多，开了口没有不借的道理。妈，我考上了，但是5300。哟，德厚来了，来，进来坐。德厚啊，什么事儿？哥，是这么个事儿，舒远他考上大学了，省城的一本。哦，考上了。录取通知书都拿到了，就是这个学费一共要5300，家里只凑了1800，还差3500。德厚啊，不是嫂子说你，这年头大学生满大街都是，毕业了也不包分配了。你供他读4年，学费、生活费加起来好几万，到头来出来找不到工作，还不是回来种地？嫂子，舒远他成绩好一本呢。德厚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他毕业了分配工作不？现在不分配了。那不就完了？不分配你读它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家书豪初中毕业就跟我做生意，现在1个月也挣2、3千，读书有什么用？哥，就是借一下，等舒远毕业了、工作了就还。德厚啊，不是不借，是我们家也解。书豪这边生意刚起步，处处要钱。就这些了，嫂子也是从牙缝里省的，多了真没有。德厚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供他读这书就是个无底洞，不如让他早点出来打工，还实在些。不用了，我们走了。行，那你们自己看着办，别怪大伯没提醒你，穷人家的孩子读书读不出什么名堂的。爹，咱别去姑家了。去，你姑给你妈省钱最好，不一样的。进来吧。德厚啊，舒远考上大学这事儿我听说了，是好事儿，但是德厚，借多少？3000就够了，其他的我再想想办法。3000块不是小数，你拿什么还？你家那点地1年产多少粮食，你自己知道。等舒远毕业了，毕业4年，4年你怎么还？利息怎么算？万一他毕业找不到好工作呢？哥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怕这钱出去了打了水漂啊。我们家也不是开银行的。这样吧，借钱可以写个欠条，3000块，年底之前还清，还不上就用你家村口那块宅乙地做底。行，我写。爹，不借了，咱走。舒远，姑，我相信有了知识就能改变命运，所以我才借钱凑学费。而你3000块就要我爹拿祖宅底，我不用你们的钱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哼，就你那破落户，读完书后还是破落户，等你们还完那3000块钱，要猴年马月。爹，你怎么了？舒远，是爹没本事，爹对不起你。你妈要是知道……爹，你别哭，你看着我，我一定会上这个大学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着。晚秋，你回来了，不是说在广东打工吗？叔，我上个月回来的，我找舒远。舒远在屋里。叔，我进去了。晚秋4000，你数数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打工攒的，电子厂做了2年。
不行，这是你2年的工钱，我不能拿你的钱。你不拿这个钱就上不了大学，上不了大学，你是不是要回来种地？你回来种地，你爹是不是白供了你这些年？舒远，我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我知道你跟村里那些人不一样，你出去了才能替我们这种人争一口气。晚秋，这钱我会还的。不是借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别说还，走，去我家，我爸妈还有东西给你呢。舒远，城里东西贵，这些你带着，饿不着。到了城里好好读，别的不用想。叔婶儿，我记住了。到了给家里来个电话。你替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大伯说穷人读书读不出名堂，姑父要拿祖宅抵欠条，全世界都觉得我不行，只有爹，只有晚秋，只有林叔林婶把所有的家底压在了我身上。这4000块，10块、20块、50块，每一张都是林晚秋站在流水线上日夜熬出来的。这笔钱我这辈子都不会忘，他们给我的不是钱，是命。前方到站，省城站。兄弟，你这行李箱挺复古啊。家里没箱子。4800整，够了。宿舍费和书本费呢？宿舍费下个月能补吗？最迟10月底之前必须交齐。67块，从今天开始，我1个月的全部家当。2块5一顿，一天3顿7块5，1个月220，不行，得降到一天2顿。发传单1天30，搬运工1碗50，餐厅洗碗包1顿饭。陈同学，我儿子数学就考了38分，之前请过2个家教都没用。你试试，如果这次月考能及格，我多付你100。阿姨，我试试。72分，72分啊！我儿子从来没考过及格。陈同学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值这个价。对了，我朋友家孩子也想找你补课，我把你电话给他行不？行。1个学生50块1次课，2个学生100，3个学生。晚秋，我在省城一切都好，已经开始做家教了，1个月能挣几百块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你那边怎么样？听说广东那边工厂加班很厉害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。你给我的钱我已经交了学费，剩下的我自己能挣。等我站稳了脚跟了，我不会让你再去流水线上站着。舒远，你别总寄钱回来，自己留着用。我这边挺好的，就是最近订单多，加班多了些。手没什么事儿，碰了一下，已经好了。你好好读书，别分心。对了，我让我妈给你家寄了些腊肉和干菜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别光吃馒头。陈老师啊，我同事家孩子想找你补课，你还有时间吗？周6上午可以，一个带一个。口碑这个东西比什么广告都管用。陈老师，我听王姐说你教数学特别有办法，我家孩子明年要中考了，你看。行，下周3开始。喂，是陈疏远吗？我是你晚秋的工友，他手被机器压了。他人呢？严重吗？送医院了，骨头没断，但手指缝了好几针。他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我觉得你得知道。晚秋，你手到底怎么样了？你跟我说实话。真没事儿，就蹭破了点皮。那个小丽大惊小怪的，我都跟她说了，别告诉你别干了，辞了吧。辞了我干嘛去？来省城，我这边家教做起来了，1个月有2000多，
养得起你。真的？等我把这学期结束，暑假我来接你。爹，你寄的钱收到了，爹不用这么多，你自己留着。爹，你就收着。对了，暑假我不回去了，这边还有课要交。那好吧。月租350，我租了。晚秋，我在省城给你找好了住的地方，把厂辞了，过来吧。太早了，一步一步来，先站稳，再跑起来。舒远，你在电话里说蹭破了点皮。哎呀，没事的，都好了。舒远，这房子真好，你以后住这儿不用住校了。你住这儿，我在学校宿舍住。那你不是白多花一份钱？听我的，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得有个安全的地方。你刚辞了厂里的工作，先休息几天。歇不住，我想快点找活干。以前在工厂，除了流水线就是宿舍，现在才觉得我真的来大城市了。以后这里也会有我们的位置。干得不错，我们这儿收银兼理货，月薪1200，包午饭。只要能学东西，我没问题。你要我看这个？晚秋，你不能一直理货，你是为了供我才放弃学业的。现在我供你。陈家大学生回来了。是啊，看他的穿着，看样子还赚钱了。哎，旁边那个是林家的小丫头吗？好像是，变样子了，差点没认出来。别乱花钱，家里什么都有。哎呀，这衣服您啊，先把那件旧衣服换下来。哦，对了，今晚你大伯家请客，去你大伯家吃饭。德厚，你俩坐那边，主桌坐不下了。叔好，给你叔和你弟说说，你上个月赚了多少？没多少，转手就赚了8000。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舒远，你大学4年学费2万，毕业后1个月能挣几个钱？得不吃不喝2年才挣得回学费，这书读的有什么意义？大伯，我还没毕业，说这些太早了。行，大伯等着看，看你能混成什么样。爹，别犟了，要不跟我干吧，我给你开1500一个月，不比你读书强。哥，谢了，不用。舒远，你大伯他就那个性格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那是喝了点酒显摆。我没往心里去。爹，我明天就回省城了。这么早？不多待几天？那边还有学生等着我教，多教1个月就能多挣1个月的钱。咱们以后不求人了。也好，你长大了，有你的路要走。陈老师来了，快进。方宇在房间里等着呢，一直念叨你教的那个公式。记住，所有的压轴题考的都不是计算，而是拆解逻辑。陈老师，说实话，之前请了2个名校在职老师都教不动，你是第一个把我儿子教明白的。方叔，您叫我舒远就行，别总老师的，我也就是个学生。达者为师，你值得这个称呼。对了，我听方宇说你还在读大2，自己一个人在省城挣学费。家里条件一般，早点自立。我当年也是白手起家出来的，看人准。你这年纪有这份定力和头脑，很少见了。这是这个月的课时费，多给了500，别拒绝。这是方宇进前10的奖学金，也是家里奖励老师的。方叔，这拿着。另外，你要是以后有什么创业的想法，或者需要什么人脉帮忙，可以跟我说。年轻人想做事，光靠自己蒙头干是不行的。谢谢方叔，我记住了。陈淑媛，等一下。你上次那篇关于错题反推教学法的作业我看了。张老师，那是根据我带学生的经验写的，可能不够专业。
不，很有趣。把学生的错误当作教学起点，这个思路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。你有没有想过把它体系化？体系化，把它变成一套谁都能学的标准化流程。标准化流程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教，你是在做产品。挨得很近。晚秋，咱们正式在一起吧，不只是老乡，是我的女朋友。你这时候才说，我都住这儿了，全村早都传遍了。那就算你答应了。我得看你表现。明明满眼都是你，只能装作不在意。暧昧这场戏，没资格谈结局。晚秋，我有个想法，我不想再跑了。你说。我想租个地方，办个辅导班，把学生集中在一起教，不仅能提高效率，还能雇人帮忙。那得要不少钱吧？租场地、买课桌、印宣传单，最少要5000块。我这2个月的工资加上之前存的有2400，够不够？不够咱们再攒1个月。你从来不知道，心动够了，咱们明天就去看场地。目光总会偏向你。哪怕是地下室，这里也是我的第一块阵地。慢点骑，陈校长。坐稳了，咱们开张哟！还差什么？学生。你好，暑假复习班不提分不收费。不用，家长您看一眼，不提分全额退。疏远还剩多少？你是陈老师，我在校门口捡了你的传单，上面说那个不提分不收费是真的。是真的，大姐，我可以先给孩子做个基础测试，1个月后的月考如果没有明显进步，我分文不收。这地方有点太破了。这里的条件确实简陋，但我教出来的学生平均提分都在25分以上，这些是我之前带过的1对1学生的成绩对比，您可以看看。行，试试吧，反正不提分不收费，咱们签个协议。这道题关键在哪儿？谁来？老师，我会。还能插班吗？再加2把椅子。78，我78，我85。陈老师，我儿子第一次上70分。我邻居家孩子也想来，还有位置吗？下个月我加一个晚班，7点到9点，再收一波。12个学生，每人400，减去所有开销，咱们净赚将近4000块。这种速度还是慢，下个月如果能招够20个人，月入就能到8000。再快一点，必须再快一点。来看这道题，把未知数移到等号左边，变号，这是铁律，谁都不能违反。知道了 ，Apple。您好，周六上午还有2个名额，需要我帮您留一个吗？大伯，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是晚秋啊，我是舒远他大伯啊。听说舒远在省城发了大财，开了个学校，我就说嘛，咱们舒远在上课，迟早有再说吧。你大伯打来的，说你了不起。舒远呐，大伯听说你现在1个月挣好几万，好样的。是这样，
你书豪哥最近手头有点紧，跟人合伙赔了点。你看你现在是大老板，想不能3外周转周转，过完年就还你。大伯，我刚开了新校区，钱都压在租金和装修上了，真的紧，没钱。舒远，你这就不厚道了。一个学生收好几百，你跟我说没钱，做人可不能忘本啊。暂时没有，再见。舒远啊，姑真替你高兴。那什么，你表妹小慧明年中考，让她去你那儿辅导辅导呗，就当帮姑个忙，不收钱那种。让小慧来吧。还有啊，你在教育局有没有关系？能不能帮小慧打通一下，弄个重点高中的名额？姑，我是做辅导的，不是做权力的，这个我办不到。办不到？我看你是现在有钱了，连亲姑都不认了吧？当初你上大学那会儿，姑，当初你让我爹拿祖宅抵债3000块的事儿，我也记着。能帮的我帮了，不能帮的，逼我也没用。不借，说什么千金？我看他就是个白眼狼。这种人有点钱就以为自飞上天了，也不想想当初没咱们那200块，他能有今天，真是恩将仇报的。我倒要看看他这个不认亲戚的买卖能哄我到什么时候！呸！德旺，听说你家那舒远在城里当大老板了？什么大老板？就是租个地库哄小孩。我跟你说，这种野路子最危险，没证没照的，万一出个火灾或者卷钱跑了，那可是要坐牢的。不至于吧？我看德厚最近精气神挺好。哼，我看他那买卖悬，一张举报信递到教育局，分分钟叫他关门。德厚啊，你那个大哥在外面说的可难听了，说舒远赚了黑心钱，还说他是白眼狼，不认祖宗。他说他的，舒远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我是提醒你，村里有人眼红，跟着嚼舌根呢。爹，最近身体还行吧？好着呢，舒远啊，你大伯和你姑在村里说你不帮家里，你要是在外面太累，咱就不开了。爹，让他们说去，有些人你给再多也不够，我有数。你把门锁好，别理他们。等我，让他们以后想说也说不出来。舒远，已经有好几个家长收到风声要退费了，这怎么办？别慌，李哥，举报信里具体写了什么？消防、资质那些算常规，但有一条，人均教学面积不足，精确到平方数。陈老师，这信不像普通家长写的，像是知道你底细的人。除了大伯，没人知道我最近正把钱全投在装修新店上，现在正处在最没钱跑手续的空档期。陈老师，教育局的单子是怎么回事？万一明天封门了，我们这几千块钱找谁要去？各位家长，许可证我已经在办了，30天内我保证所有手续见光。如果到时候办不齐，我陈书远砸锅卖铁，全额退费。这期间孩子的成绩如果有退步，我也双倍赔偿。办学许可的审批流程通常要半年，30天真的能行吗？正常流程不行，那就走非正常流程。晚秋，把这些成绩班、家长的点线信，还有以前在地库教书时的照片全部整理出来。我不去找领导求情，我要去告诉他们，如果这个城市容不下一个真正能帮孩子提分的老师，那就是这个城市的损失。不是我不租，是有人说你这儿违规，还说如果你不走，连我都要受牵连，除非房租涨3倍。涨3倍无说，看来找你的人给的筹码不少啊。这一仗如果靠方叔的人脉赢了，我一辈子都是个家教；如果我自己赢了，我就能做全省最大的教育品牌。
我不是来狡辩的，我只是想请各位去看看这些孩子。证件我会玩命补齐，但这30天，请给孩子一个安静的课桌。这件行，押2付3，先付1万1。保证新地址下周开课。申报材料齐了，资质认证证预计2周内下来，在此期间可以正常运营。谢谢。成了，真的？真的，证2周内下来，我们活了。12个学生退了，但剩下的全回来了，还有3个新生报名。这1个月，我以为我们完了。我也怕过。怕什么？怕对不起你，怕对不起我爹，怕那些看我笑话的人说对了。没有人说对，你看，我们还在这里。这个月的数据，在册学生316人，教师团队12人，月营收突破15万。新老师培训跟上了吗？我不想为了扩张牺牲教学质量。下周培训我亲自带。另外，那个小区的房子过户手续办完了，2室1厅。把爹接过来住。我安排了，下周去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开学不是还在忙？爹，跟我去省城住，房子买好了，2室1厅有你一间。你买了房？您再也不用在这里受冻了。走吧，爹。孩子妈，咱们跟儿子走了。这沙发多少钱？爸，您就坐着，这是您家，随便坐。哎呀，你们花这钱干嘛？我们不需要。妈，你每年夏天菜放不住都坏了，有了冰箱就好了。你儿子欠了12万赌债，3天之内还清，还不了我们自己来拿。我就说让你别省那个污水处理的钱，现在好了，全完了。他们说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没有名堂，他们说野路子的补小班迟早要黄，他们使绊子告黑状看笑话，但他们错了。怎么了？怪怪的。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说。叶晚秋，嫁给我。就这个，没有鲜花，没有蜡烛。我带上吧。看什么？好看。陈疏远、林晚秋。我以前觉得我这辈子大概就是嫁个镇上的人，种地或者打工，没想过什么？没想日子能过成这样。以后会更好。好，今天高兴，你妈要是在。
爹，明天我们回村儿。回去干嘛？该回去看看了。回去你大伯那边。爹，您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咱们回去该走动的走动，不该理的不理。爸，别紧张，是回自己家，又不是上战场。那不是德厚家的舒远开着车回来的。张叔，好久不见，这是给您和张婶的水果、牛奶，还有2瓶绿茶。舒远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好小子，出息了，瘦了还是胖了？让婶看看。当年多亏您帮衬我们家。不是说他就开了个辅导班吗？还买车了。人家那辅导班现在几百个学生，你以为呢？一年挣的比咱们这辈子都多。那当初谁说他读书没用来着？德厚啊，你家舒远可真出息了。德厚，你是享福了。德厚在家吗？我去。舒远，哎呀，大伯来看看你们，听说你们回来了，一直想过来，今天忙了一天才得空。大伯，进来吧。德厚啊，你这日子过得可以呀，舒远出息了，你就享福了。舒远，大伯跟你说个事儿，你看舒豪他……爹，是这么个事儿。我之前做生意欠了点钱，不多就10几万，那些人追得紧，我跟我爹实在是周转不开了。舒远，一家人帮帮舒豪，就借10万，等舒豪缓过来了，一定还。大伯，你说10万？对，10万不多，对你来说就是……大伯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听完了我再回答你。第一个问题，5年前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家里差3500块钱。我爹带着我到你家，说借钱供我上学，你给了多少？这都多少年了？200。大伯娘从口袋里掏了200块，拍在茶几上，说多了真没有。第二个问题，那天在你家，你跟我爹说了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穷人家的孩子，读书读不出什么名堂的。大伯，这句话我记了5年。每次我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看看，比什么鸡汤都管用。第三个问题，2年前有人给教育局写了举报信，要关我的辅书班。那封信写得很专业，把我没有办学许可证、消防不倒钱这些全列出来了。大伯，你知道那封信是谁写的吗？舒远，这事儿不是我。我没说是你，我只是问你知不知道。大伯，当年我穷，求到你门上，你看不起我，没问题。你不借钱也没问题，但你不该在村里说我爹的坏话，不该在背后使绊子，更不该在我最难的时候往我背上捅刀子。这些事儿我没跟我爹说过全部，因为我怕他难过。今天你坐在这儿，我就当面说清楚。200块还你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哥，这10几万赌债是你自己欠的，没有人逼你上赌桌。你今天来找我，找错人了。陈疏远，你行，你翅膀硬了，你出息了，你连大伯的面子都不给了。大伯，面子这个东西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您当年教我的。
舒远，爹，你这辈子在他们面前弯了太多次腰了，从今天开始不用弯了。饺子要糊了。下锅。听说了吗？昨晚去德厚家借钱，要借10万，舒远当面给怼回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。书豪他妈今天一早在家骂街呢，说施远白眼狼，忘恩负义。当年人家借3000块上大学，他们家掏了200块的情分，现在倒好意思张口要10万。哼，舒远现在省城开大公司，一年赚的比德浩一辈子都多，搁这冲什么大辈儿呢？喂，妹子，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。我养的，我供的，书豪从小到大哪件事不是我操的心？现在外面欠了钱，他一个当堂弟的10万块都不肯拿，他陈淑娟算什么东西？爸，那些人说过几天再不给钱就来家里砸东西，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就说让他别赌，你偏不管。现在好了，10几万，我们家底儿都搭进去也不够。够了，都别好了。这2个字跟你妈那支钢笔上的一样。你妈在的时候总说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争气，不跟别人争，跟自己争。我知道。今年好了，都好了。想什么呢？想这几年，从那1800块开始，到今天，后悔过吗？一秒都没有。我也是。方叔来了，在会客室等你。方叔，好小子，3年没见，你这个摊子越铺越大了。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在我家给方宇补课，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衬衫，说话客客气气的，看着就是个穷学生。那时候确实穷，但我当时就觉得这小子跟别人不一样，有股子劲儿。舒远，我这次来不光是叙旧，我有个提议，你的远航教育可以考虑引入投资了，不是小打小闹，是正规的教育集团化运作，课程研发、师资培训、品牌连锁。我手里有几个搞教育投资的朋友，对你的模式很感兴趣。方叔，钱的事我可以谈，但有一条，教学质量不能为了扩张打折扣。我是从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教起来的，每个学生的分数都是我的招牌，这个底线不能动。哈哈哈，你要是直接答应了，我反而不放心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底线，我才来找你。下面有请远航教育创始人、总经理陈书远先生致辞。各位老师、各位家长、各位朋友，感谢大家来参加远航教育的5周年庆典。远航教育的第一间教室是一个城中村的地下室，40平方米，5张2手桌子，10把旧椅子，1块有划痕的白板。第1个月只来了4个学生。很多人问我，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？我的回答很简单，是因为有人相信我。我爹，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，供我上学，把家里最后1分钱都掏出来了。他从来没说过什么大道理，
但他教会了我一件事儿：人活着要争气。还有一个人，我的妻子林晚秋，她在工厂流水线上站了2年半，把攒下来4000块钱所有的积蓄塞给了我，说你出去了才能替我们争一口气。没有那4000块钱，我上不了大学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远航教育。第一件事，我想告诉所有像我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，穷不是你的错，但认命才是。只要你不认命，总有一天，你能站在你想站的地方。第二件事，我想告诉每一位把孩子送到远航的家长，你们把孩子交给我，是信任我，我会用一辈子来还。你妈要是能看到今天，她看到了。舒远，你争到了。爹，这杯敬你，这辈子你最苦。闺女，沙发到了，你爹正搬呢。哎呀，别搬了，让人家师傅搬。爸爸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爸爸的学校。爸爸的学校好大。是啊，但他一开始只有这么大。那怎么变这么大的？争气。争气。